你的大脑是一台精密的量子超级电脑，但此刻它正在经历一场毁灭性的压力测试。我们深陷于一种演算法式的强迫症中，试图用过度分析来破解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前额叶皮质这个负责逻辑与决策的理性中枢正被强迫以超频状态运行。当你试图预测所有风险时，你的心智就像一个开启了无数后台程式的手机，陷入了分析瘫痪。这是一种控制的幻觉。自我 ego 深信，只要想得够多，就能防堵未知的恐惧。然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大脑无法区分真实的危险与想象的灾难。每一次如果发生了怎么办的推演，都在消耗大量的葡萄糖，并将系统推向宕机边缘。过度理性其实是恐惧穿上了逻辑的西装，它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演练痛苦。生命是流动的量子态，而理性却试图用僵硬的网去捕捉无形的风。当心智多载，我们不仅错失了未来的解答，更直接将现在彻底格式化。在神经层面上，这种对未来的过度推演触发了皮质醇的瀑布式释放。杏仁核被唤醒，警报声大作，大脑正在为一只根本不存在的老虎准备战斗。你的前额叶皮质被迫去处理成千上万个最坏情况的模拟，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耗能。这些如果那么的决策树最终长成了一座遮蔽阳光的黑暗森林。为了应对这种虚拟的生存威胁，系统开始关闭非必要的进程，喜悦、创造力与当下的临在感。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陷入了焦虑的无限回圈，你无法停止思考，却也无法得出结论。这就是心智的悖论，你越是用力去紧抓未来，现在的真实就越是从指缝中流失。你以为自己在进行深度的战略规划，但在宇宙的视角里，那只是小我 ego 在恐惧中的颤抖。过载的运算产生了杂讯，让你对直觉与高阶的灵性指引彻底失聪。当大脑皮质的负荷达到极限，系统的宕机已不可避免，崩溃成了唯一的重启方式。从量子物理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一条固定的轨道，而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几率云。当你用强烈的恐惧去预期灾难，你正在迫使波函数塌缩，将高频的潜能降维成低频的焦虑。时间线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过去是记忆的残影，未来是思维的投射，唯有当下是真实的起义点。禅宗说，心如明镜，镜子如实反映万物，却从不试图留住任何影像。而过度分析的心智，就像在与镜子里的幻影搏斗，这是一场注定徒劳无功的战争。我们用数据、逻辑与预测，在脆弱的沙滩上建造起自我防御的堡垒。但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来自于掌控一切，而是来自于无惧于未知。最高阶的智慧，不是能够计算出所有的结果，而是知道何时该关闭计算，回归本源。理性思维是一个极佳的仆人，却是一个暴虐的主人。不要让工具篡夺了觉知的位置。现在是时候将意识的锚从喧嚣的头脑沉降到稳定而深邃的身体之中了。东方哲学称之为无为，这不是放弃行动，而是放弃大脑中摩擦不断的内耗。想象你在意识中将那些名为担忧与预测的背景视窗一个接一个的关闭。你的呼吸就是生命系统的终极重启键，每一次吐气都是在释放前额叶的热量。神经回路开始降温，皮质醇的迷雾散去，
血清素如清泉般重新滋润干涸的突触。去感受念头与念头之间那短暂却绝对纯净的空隙，在那里没有问题需要解决。宇宙已经在完美的运转，你不需要用大脑去推动河流的流向。信任你身体的直觉智慧，它比10000次焦虑的理性模拟更能为你指明正确的航向。拥抱不知道的自由，未知不是灾难的温床，而是奇迹降临的空间。当你停止对未来的过度测量，生命的惊喜与美丽才能以量子跃迁的方式显化。你不需要在今晚找出所有的答案，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允许自己存在于此时此刻。现在，让紧绷的神经系统缓缓步入休眠的频率，放下防备，卸下逻辑的重铠。大脑的频率正从焦躁的贝塔波平滑地过渡到放松的 alpha 波，思维的齿轮停止转动。感受身体的重量，让地心引力接管你，将所有的疲惫与过载无条件地排入大地。内在的伺服器已经关机，没有运算，没有分析，没有明天需要演练。你正融入一片无垠的虚空之中，在这里，你不需要做任何人，也不需要解决任何事。脑波逐渐沉入深邃的菲特波，细胞开始自我修复，灵魂在宁静中充电。交出控制权，这是最勇敢的臣服。宇宙的智慧远比你的理性更加宏大与慈悲。在纯粹的觉知中安息，没有过去追赶，也没有未来催促，只有永恒的宁静。让这份深沉的静谧轻柔地包裹你的意识，向浩瀚的未知说一声晚安。所有的运算皆已休止，宇宙正温柔地接管一切。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